马上就要开学了，大学可以说是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光，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的吧。告别了高中的拘束，而3年、4年甚至7年的未来，时机又很遥远。在踏入校园的第一天，遇见形形色色同学的第一天，应该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吧。作为一个毕业10多年的人，其实我很想说，听着，大学是个好机会，找到自己的路，然后早早的积累，就会比别人快一步。但是又有另外一种声音说，拜托，大学这么自由的时光，应该去谈一场毫无保留的恋爱，去看一看从未见过的世界。难道要让一个刚卸下重担的孩子马上背上另一个压力吗？是的，这就是矛盾的地方。我们深知现在这个社会情况，毕业很可能就是失业。我们也深知20岁的年纪，有欲望、有热情、有能量，什么都应该去试一试，而不是保守的不犯错。大学生活千千万，但每一条道路回望的时候，总觉得充满遗憾。也许因为固执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也许因为贪玩觉得浪费了时光。不过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不仅大学如此，毕业之后更是如此。后悔过去不如把握当下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找一件自己擅长的事儿，坚持做下去，把它做好，把它当做人生中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去做。不需要很宏大，但一定是让你觉得愉快的事。比如我高中就喜欢写一些吐槽，写一些日记，一看就不正经，是吧？大学虽然也要玩网游谈恋爱，但是我还是时不时的写一些东西，这让我觉得很愉快。这种愉快并不来自于别人的认可，而是一种自我满足，内发性的动力会推着我们一直前进。当然了，要找到它并不容易，所以多多尝试，多多留意，关注那些能让你觉得快乐的事。而当我们坚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一定会遇到瓶颈期。如何克服瓶颈期是一种能力，因为在努力尝试却毫无收获的时候，挫败感强到皮爆，会怀疑自己，会痛恨自己，会畏惧退缩。在这个时候，选择和自己的无能和解，还是继续冲锋，我觉得无论哪一种都有自己的价值。与自己和解会很快乐，会减少很多精神内耗。你知道的，在未来一定会有倾尽全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个时候至少咱们有了经验。继续冲锋，说明你很有勇气，这是一种珍贵的品质。勇气它并不是冲动，它不是荷尔蒙作用下的上头，它是我们认清现实后燃烧在心底的热情。我们常说愿你归来之后仍是少年，这样的人不多。如果你有勇气，那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高兴。但是只有勇气也并不能帮助我们突破瓶颈。为了突破瓶颈，我们还需要去积累学习，需要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帮助。所以看历史是个好习惯，那是千百年来人们改造世界的经验教训。我们能从中找到一些穿越时间的财富，毕竟一个人的阅历是有限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强调一下自学的能力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技能，就算不用在工作上，游戏上也用得到，生活上也用得到。它是一种被动技能，没什么能量损耗，后台运行并不像有些人说的白天工作晚上想放松不想动脑子，很多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研究起来。当然理论学的再多，实践才能检验真理，所以应用是关键。夸夸其谈固然会让人觉得很厉害，但是厉害的人不只限于嘴上说说，很多事只有做了才能发现中间的问题，因为问题往往是意想不到的。所以当我们坚持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会在过程中收获很多东西。这听起来非常老生常谈，但是做一件事，做一件简单的事，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这真的很难。未来是未知的，有时候回头看，我们常常会说当初哪里做错了，如果没有那么做就好了。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其实做好一件事并不是在过程中从不犯错，而是在发生错误后修正了方向，在这样不停的修改中诞生了一个结局。但其实结局往往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，
所以结局有时候也没那么重要，而过程中是如何克服问题的，如何找到方向的，这些才是最宝贵的经验，它能帮助我们走过漫长的人生。做事如做人，大抵就是这个道理。